孩子不听话，也许是缺少一句道歉。在我20年的从业生涯里，见过不少的中国式父母，说起教育，不只是压制性的管理，我都是为你好，我是过来人，我比你懂。语言呢，也是一把武器，给孩子带去了伤害。这也是为什么都在说，每个人都在用一辈子来修复自己童年的创伤。我这样对孩子，还不是为了他们好？你不懂，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确实，父母怎么可能不爱自己的孩子呢？但父母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力不从心，因为现在随着资讯的发达，孩子越来越早的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观念，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，会与父母进行沟通。但是这可能就不是父母觉得听话的孩子了。小欧的父母是公务员，对他的学习很重视，所以从小学开始，基本周末都给了补习班。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望，小欧呢也一直是勤勤恳恳的学习。一次，他看见别人拉小提琴，感觉找到了自己的目标。回到家后，小欧向父母提出了要去学习小提琴的诉求。父母只是说道：期末考试要是能考进年级前3就可以学。很快就到了学期末，小欧的努力得到了回报，考到了第3名。本计划暑假可以好好的触摸一下自己向往的小提琴。结果没想到的是，父母选了其他课程而放弃了小提琴。小欧很崩溃，哭闹着跟父母争辩，但是被一句我们是为你好，现在学业为重。从此小欧放弃了选择，因为他明白了自己的选择是无用的。后来大学毕业，他去了陌生的城市，在新的城市工作买房，偶尔呢给父母打电话，也都只是寒暄几句。小欧并没有告诉父母自己在哪儿，因为他害怕往后的人生继续被父母包办。对于小欧来说呢，小时候不论对错都无法掌控自己，长大了有了能力就一定要自己选择。父母爱子是无法否认的事实，但如何正确的去表达爱，却不是每一对父母都能习得的智慧。很多时候呢，父母的错误教育理念会伴随孩子一生，即使孩子长大释怀，那个烙印也会一直在。那么应该怎么做才能减少2代人之间的伤痕，逾越这条鸿沟呢？这里来说说我的看法吧。父母也是第一次做父母，难免笨拙出错，关心则乱。如果冤枉伤害到了孩子，不妨坦诚地向孩子说一声对不起。在成人的世界里，做错事情就要承担责任。我们经常呢给别人道歉，但唯独到了孩子这里，一句对不起，难道就真的是如鲠在喉，难以启齿的吗？家庭是充满爱的地方，孩子是我们最亲近的人，用不着把面子看得这么重。主动给孩子道歉，一句对不起，往往能解决很多孩子的心理问题。我常常说真正的教育呢，是尊重孩子的意愿，让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下去成长。父母的否定会把孩子逼得越来越远，多一些肯定，孩子才愿意向我们走近。尊重孩子做出的选择，多鼓励孩子。如果孩子的选择不正确，试着帮孩子分析观点，而不是一味的控制和羞辱孩子，让孩子形成良好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成为一个懂得表达爱、懂得感恩的人。天底下没有完美的父母，
但再糟糕的父母也应该有正向的一面。只有学会沟通，学会理解，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思考，才能在爱的天平中妥善地做出选择，让两代人之间的伤痕日渐减少。